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今天呢是3月4号，也就是我们的农历2月初2。今天呢，在我们北方这边流传着一句谚语，就是2月2龙抬头，大仓满，小仓留。为什么这样一个节日在农村里边相对来说人们会特别重视呢？其实也就是大伙儿期盼着葱雨的到来，希望呢今年风调雨顺，能有一个好的收成。所以说，一到这一天呢，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己的水池子旁边，然后摆上一条引钱龙，预示着今年财源滚滚来。这个呢是今天抢到的这个豆腐，一到这天呢，这个豆腐呀，还有豆芽这些东西是卖的特别好的，去的晚的都没有。豆腐呢就是用来做龙头的，我们把它取一个盘，然后放到盘子里边。接下来上场的呢就是我们当地的特产糖干炉。你们知道它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吗？其实它就是用来做龙的这个野肓骨。把这块豆腐摆上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糖干炉给它搁到盘子的两边，然后再取2个葱叶，把它来当做龙的龙角，插到这个豆腐的上边。龙的头的大概造型已经摆出来了以后，这个野肓骨也有了，就缺2个眼睛珠子了。然后我们用这个鸡蛋来当它的眼睛珠子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2颗鸡蛋清洗一下。清洗完的鸡蛋呢，我们再用一块干的布子把它擦干净，把这个龙的眼睛给它擦得亮亮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鸡蛋给它慢慢的弄到这个糖干炉里边。因为这个糖干炉呢，它中间就是空的，所以说在放这2颗鸡蛋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用一点力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来点这个黄豆芽，这个黄豆芽呢要用它来做龙的胡须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芽给它摆到外边。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豆芽的时候，尽量的这个芽子稍微长一些。然后呢，该我们的龙身上场了。我们这边呢都用这个大麻花，然后来作为龙的身子，给它摆到这个盘子的后边。龙的身子有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来点挂面，把这个挂面呢就这样给它散开就可以了，充当龙位。其实这点今天做的呢就是一个简单的龙的造型。接下来呢，身子有了，尾巴也有了，该做龙的爪子了。我现在又想起我儿子小的时候存下的这些硬币，然后我们用这些硬币来给他做一个龙的爪子。我就倒了这么多，里边什么样的都有，分分毛毛的都有，就用这些给他摆一个龙爪。那摆龙的爪子还是特别好摆的，我们大概给它摆成一个形儿就可以了。我们选的时候呢，尽量先去选这些颜色大概一样。好嘞，这个爪子就这样摆好了。再把另一边一摆，马上这个龙爪也有模有样的了。龙的大概造型摆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找一个干净的盆，然后里边倒上一些硬币。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个装完硬币的这个盆给它搁到水池子里边。最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水龙头，一个解意的2月2的龙就做好了。现在呢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大家摆出来的这个引钱龙呢，各种各样的，有的都是用那个纸币摆出来的，还有就是用各种硬币，5角钱的和那个1角钱的摆出来，活灵活现的那个龙，特别的好看。我今天给大家摆的呢，这个就是特别简单的一种，那就是在我们北方地方过这个2月2，然后大家要摆的这么一个龙的造型。当然呢，在我们这边呢，还有就是这个剃龙头。到了2月2呢，这个大大小小这个理发店的生意都是特别的红火，因为大家在年前理完发以后，基本上在正月里边是不理头的。
尤其我们在小的时候，这个说法越发的就是重视，正月里边不理头，然后到了2月2这一天，男女老少全部都到理发店里边理龙头、剃龙头。所以说呢，一到2月2这一天呢，大家都去理发了，理发店的这个生意真的是特别的红火，它的价位呢也都跟着上涨了。2月2龙抬头呢，就是意味着龙都要抬起头了，都要行动起来了，去履行它降雨的职责。所以说，也就是在说我们人们好活的日子要过去了，然后从2月开始，大家也应该振作起来，好好赚钱，让我们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。其实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一个在我们民间流传的一个2月2这么一个节日，然后我们这边是怎么弄的？在你们待的地方有没有这个白眼乾隆的这个说法，或者是2月2在你们当地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？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。其实静姐呢这会儿脑子特别的糊涂，因为确实这个点儿已经很晚了，静姐也该休息了。